你有没有发现啊，这样的一种变化？有些事儿不是被否了，也不是被反对了，而是慢慢的不再需要你参与，方向已经有了，你是后来才会被告知的，事情已经在往前走了，你负责的只剩下了补材料、跟进和落地。你回头一想好像也没发生过什么冲突，没有争吵，没有拍桌子，甚至关系看起来还算融洽，但你心里会隐约有一个感觉，有些关键的判断已经不是为你预留的位置了。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被否定，而是你连被讨论的资格都在悄悄的消失。Hello， 大家好，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这一期我们只想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为什么你总是错过真正参与决策形成的那个时刻。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很多人一遇到这种逐渐被边缘化的情况第一反应就是会往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是不是表达的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会来事儿？我是不是太实在？但如果你真的在组织里待过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意识到一件事情：绝大多数的决定并不是在会议室里产生的，会议室更像一个被用来确认对齐和宣布结果的地方，而不是用来形成判断的场所。也就是说，当你端端正正坐在会议桌前，准备好PPT、数据和逻辑的时候真正的方向和结论往往已经在别的地方被反复想过一轮了。那问题来了，判断是在哪里形成的？很多时候是在一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时刻，比如说电梯里面，老板随口问一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走廊上，他一边走一边说：“我总觉得这里有一点不踏实。”喝水的时候他会顺便提一句：“如果照着这个节奏走，会不会有风险呢？”这些场合看起来不像是正式讨论，没有会议纪要，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恰恰就在这个时刻，在帮他完成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形成判断的雏形。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略但极其重要的区别。那在正式场合，老板通常处在一种高防御的状态，他已经准备好了立场，你也准备好了回应。那这个时候你说的再有道理，更多的是在校准结果，而不是在影响方向。而在非正式的场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这个时候他往往还在整理信息、测试想法、评估风险。判断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你真正要分清楚的不是这句话该不该说，而是他现在是不是还没准备下判断。如果你没有分清楚这个时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你越展开，他越收紧，不是因为你讲错了，而是你在他还在梳理思路的时候，提前就把结论摆在了他的面前，打断了他思考的节奏。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判断的准不准，而是你在结论出现之前，你的观点有没有出现在他思考的路径里。慢慢的你会看到两种人开始发生分化。那有些人只会在流程的节点里出现，汇报、补充、执行、收尾，他们很专业也很可靠，但更多的只是在执行已经形成的结论。但是有一些人是在方向还没确定下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在老板的视野里了。他们参与的不是做不做，而是怎么想的问题。那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在参与到沟通的过程中间来，但真正被纳入到方案决策过程中的是谁参与决策的形成，谁只是执行了决策的结果。那这种差别不会立刻体现在谁的职位或者头衔上，但是你会慢慢的发现一些变化，不是你不重要，而是你在这套决策的机制里面已经被默默的放在了一个执行即可的位置上。这里我想提醒你一句非常现实的话，那在组织里能不能进入到决策圈，远远比决策本身更加重要。因为一旦决策完成了，你再专业只是在优化结果，而不是在影响方向。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你之所以一次次错过关键决策的参与，不是因为你的专业度不够，也不是因为你不被信任，而是因为你出现的太晚了。向上管理从来不是把话说得更漂亮，而是让自己出现在老板的决策还没有形成的时刻。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下一期我想聊一个很多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为什么越重要的事情，老板往往越是不会当场表态？我是老方，我们下期见，拜拜。